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今天川习会的时间总算确定了，白宫说时间点就落在5月14号到5月15号。你看到今年1月份，他把委内瑞拉给端掉了。而到现在3月份，他也在处理伊朗的事情，他把中国的一带一路给处理掉，而让习近平更害怕是什么？除了前面这两个之外，难道我的好兄弟，我的铁杆兄弟俄罗斯也要倒戈了吗？你看到彭博新闻今天他特别拿到了一份来自于克林姆林宫的神秘备忘录，这一份的备忘录里面讲得非常的直白，过去俄罗斯是反所谓的美元体系，但他现在俄罗斯的备忘录提出了恢复美元的体系，这是为川普量身打造的方案。这件事情有多严重？我们都知道，他们过去邪恶轴心都是用人民币去交易的，但是如果今天用美元的话，那你习近平的人民币国际化，这美梦不就没了吗？所以当今天这个备忘录出来之后，对于习近平来说，你普丁可真狠的，你可是亲手把邪恶轴心的东西完全给拆了。拆了之后，这就是习近平最害怕的。好，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好，接下来是桃园市议员黄敬平，大家平安。好，最后一位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稍后还有资深的媒体人吕国珍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当中。松哥，我们讲过，彭博竟然拿到了来自克林姆林宫的神秘的备忘录。这备忘录一打开之后，我终于懂为什么今天川习会时间他要突然出来说5月14号到5月15号。对，那时候我们还在节目上讲说，跟你讲，他们俩川普根本不想要见他。为什么这时候就要去见他？因为现在他竟然把俄罗斯他的铁杆兄弟还真的直接挖来了。那挖来原因是什么？我以前最讨厌用你的美元过来交易，因为你制裁我等等。但现在我不排除哦，我或许以后都会用美元来交易了。对，没错。事实上，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白宫已经宣布了，川普在5月14号到15号要访问中国。然后呢，之后没多久的话，习近平也会回访美国这样一个状况。所以看起来的话，中国跟美国呢，真的两个巨头，包括习近平跟川普两个终于要见面了。好，那这见面的话，让人家联想到说，这个5月14号的话，难道是伊朗战争在之前就要结束？对。那看起来的话，川普显然非常有把握，所以他才决定这个日期。再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你看注意到之前他们上一次是怎样？川普是说从3月31号到4月1号、4月2号3天，对，这次缩短成2天。而且中国还是希望说你进来。中国现在不是放出很多消息，大豆啊、玉米什么我都买这样一个状况。所以显见呢，是中国希望川普能够来访问。对，那为什么现在中国非常密切的希望中国赶快来访问？川普来访问中国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习近平现在发现到说，我身边的所有兄弟都不见了。你看，有没有注意到，从前一阵子的委内瑞拉不见了，那后来哈米尼不见了，对，古巴也倒了，快倒了，哈米尼也不见了，所有人都不见了。现在他最担心的是什么？连俄罗斯搞不好都要转向啊！你看为什么俄罗斯要转向？你看这几天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俄罗斯现在笑呵呵，他不是说赚翻了，我削翻了。那我问你，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放宽对俄罗斯石油的管制？对，你觉得这里面没有川普跟这个所谓普丁两个人有通过电话，他谈过什么吗？他不是只是说什么要把全世界的油价给压低吗？对，原来不是这样。这两人，川普跟普丁，我跟你讲，要压低来说啊，美国也可以释出更多战备储油啊，他也可以叫这个 IEA 释出更多战备储油，大家都可以释出战备储油，为什么要后？这个所谓俄罗斯去买，因为俄罗斯可以拿这些石油。对，显然他们两个有一些交易不为人知嘛。那你说习近平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啊，所以他现在知道哦，没办法，我现在面临到越来越孤家寡人的时候，赶快能跟这个川普谈一谈的时候就谈一谈，避免夜长梦多的一个局面啊。而且现在最怕是什么？除了川普跟这个所谓普丁有打过电话，有什么协议之外，我再讲一次，今天彭博他竟然拿出了一个来自克林姆林宫的神秘备忘录，对，他们竟然说要重回美元的体系，那这样等于是什么？普丁亲手把邪恶轴心给拆掉嘞。对，简单来说啦，就是说这个备忘录流出来的话，我相信呢，习近平看了备忘录之后，他一定心惊胆跳。为什么心惊胆跳？这是 Bloomberg 彭博的报道，对，彭博绝对不会乱说话。他是说什么？他的标题是这样：俄罗斯备忘录流出是说，他要恢复美元体系，那这是为川普量身打造的方案。美元体系，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吗？川普不是念兹在兹，就说你石油最好不要给我美元计价，你大家都给我用美元，这样不能用这个人民币计价，你要用美元计价，对，全部大家都给我用美元。那你看
它又要恢复美元体系。那这恢复美元体系的意思是什么？我不用人民币了。对，它过去就是跟人民币互相的往来啊。我跟你讲，人都是这样子的啦，心在哪里，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对，我过去用人民币的话，那我当然心在人民币这边。我后来用美元的话，你觉得他心会在哪里？当然在美国那边啊。好，那我们仔细看一下，这里面的说法是什么？他们是俄罗斯内部的文件。他说我们跟美国多项合作，包括说像石化燃料、天然气、海上石油开采、关键的矿产，像锂矿啊、铜矿啊、镍矿、铂矿等等，还要让美国企业重返俄罗斯市场，还有回收过去的损失。那文件特别提到说，我们这些还涵盖什么航空合约啊、联合开发能源啊、核能领域啦、还有 AI 领域，还有共同推广石化，对抗欧洲跟中国主导的低碳转型议题等等之类。然后俄罗斯还要再回归美元体系，所以等于是怎样？把过去习近平努力了10几年的人民币结算，把它终结。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吗？这个就有点像是投名状。对，你不相信我，对不对？我现在不用人民币，我用美元。那你要相信我，你老大会相信我吧？就是这样。所以简单就是这样，他要跟美国全力的合作。那我跟他讲，这其实恰恰就是习近平最担心的。对。你看习近平之前，我们不是看过一个影像吗？他去俄罗斯访问的时候，跟这个普丁两个握手，对，我们未来来改变这个人类这个100年的变局，我们一起来促成它嘛，对，很开心。那虽然他们两个是默契，就你看现在你那个伙伴要跑了，翻脸了，他要跑了，所以你就说他会不会紧张？他当然会紧张嘛，好，那你想说，除了这个 Bloomberg 这个消息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是美国非常知名的对冲基金叫 Airbus， 他说人民币的这个持有人民币，充其量就是一种被制裁或是被孤立的这个恶棍轴心之间一种以物易物的机制。对，简单来说，你看它透过人民币，对不对？那比如说俄罗斯卖给这个中国石油，然后取得人民币，然后它市场人民币只能够买中国东西，对，所以再去买中国东西。某些程度来说，真的就是以物易物。它就是一个无限的回圈，真的包括什么伊朗啦、对、北韩呐，对，就是邪恶轴心回圈。那请问你的人民币可以出去吗？没有出去，因为没有人要收嘛，就完全被制裁了。对，那所以就某些程度来说，就是跟以物易物一样。对，因为人民币只是一个中阶。那我们就是以物易物这样的状况，所以他讲的是这样。然后人民币使用增长，就是反映中国透过香港左手换右手，就是我讲的以物易物这样概念嘛哈。然后另外有75%都透过香港处理哈。但俄罗斯在遭受制裁的时候，跟中国90%的双边贸易，包含2450亿的美金左右都是用人民币结算，但是出于走投无的必要，而不是出于信任或是意愿。就是说，因为俄罗斯呢，他其实也没有那么信任人民币，对，但没办法啊，我被制裁啦，对我只能这样用，所以就变成是这样。好，所以他说他一点都不担心人民币会变成真正的储备，任何理性的储备管理都不会把自己的主权资产交付到一个金融脆弱、资本账封闭，而且将市场视为是政治工具的共产党所领导的体系里面。譬如说像委内瑞拉。最近他们不是很开心吗？他们现在回到美元体系里面了，开心的要命哈。那我跟他讲，为什么会对俄罗斯来说他不要这样？因为事实上我就讲，俄罗斯也觉得说我都被中国占便宜嘛，对。好，你看为什么？现在你看中国1到2月的汽车出口的时候年增6%，然后俄罗斯是最大市场，就是中国都把车卖到俄罗斯去了。对。哎呀，老二啊，你现在也没地方可以买车，你就买我们中国的车吧。他也只能够买中国的车，因为他有一大堆人民币，对，就跟中国买。好，买了之后呢，结果没想到车很烂。对，俄罗斯的媒体批评哦，他说中国车耐用度仅德系的一半，然后容易生锈，品质不如欧美的车。你看，这是他们自己批评啊。你可以看照片看起来真的蛮烂的。你看这种地方居然能够锈蚀成这个样子，然后你看这种所谓的他们的工啊都很粗的一个状况。那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记不记得当时我们讲过？俄罗斯的这个因为常年的战争之后，莫斯科的物价高涨，对，很多东西都撑不下去，都没有人了。对，很多架上，这是个咖啡店，它架上没有东西，他已经跟你说，不好意思，我就没有东西啦。那很多这个所有的商品都清空了，你看咖啡店没有任何东西，都空的。对，然后很多东西呢都把这个卖不出去，然后都把东西堆在这个角落，所以当时的经济是真的不太好。那除了经济不太好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被制裁，所以他们现在出国没办法用美元，那怎么办？没办法出国玩了，所以呢，俄罗斯民众只能够国旅。那国旅的话，他们就是去俄罗斯的各式各样的音乐厅啦、展演厅啦，或者博物馆，只能去逛博物馆。对，他们只能，因为他们没办法，他们只能够这样子啊，对，就这样，因为他们没办法出国去。而且你看到这边说什么？他说人们都试着自己沉浸到另一个世界当中，对，尝试着逃离现实。对，我来美术馆，我是来逃离现实的，因为生活太苦了。没错，然后在俄乌
边境的这个城市里面，因为他们也是感受到没有物资，所以你看他们的断水断电啊，然后他们就准备什么？他们只能够上厕所就用这种所谓的流动式的厕所。你看过的生活，你就觉得冰天雪地，大家都嘛在他们零下20度，你要跑到外面去上这种流动性的，太悲催了，多困难呢。然后你看那时候的这个所谓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还甚至说，他还跟川普求情说我们俄罗斯从来没有放弃美元。如果美国放弃限制美元在金融结算使用的做法的话，美元是一种有效率、有吸引力的货币。那俄罗斯有意愿跟华盛顿进行合作，如果能够提供稳定的金融机构的话，在这种的话，我们使用美元仍然是可行的状况。所以当时的其实克里姆林宫就已经放出一个好消息了。对，好，那为什么我就说最近真的是眉来眼去呢？你看最近我们不是说吗？川普不是说，我们为了降低油价的时候，我们宣布对俄罗斯暂时的解除部分的这个石油管制嘛？好，石油管制解除的时候，你看普丁说什么？他说，我们呢这个短短的时间来说，俄罗斯就超过100亿，就是他开放的时候没多久，我们就赚了100亿。开战之后他开放了，我就赚了100亿，我2周赚100亿美元。对，好，那你看，这个所谓川普为什么突然之间会开放这个解禁？大家记不记得在这个美国跟伊朗战争没多久的时候，川普曾经说过，我有跟普丁通电话。对，那时候通个电话，那时候普丁就说，我跟川普总统进行了一场非常有建设性的谈话。那建设性谈话之后，开战谈话之后，后来他就开放，然后普丁就说，你看我赚了那么多钱，兄弟啊，谢谢你。川普曾经说过一件事，他说美国总统最笨的一件事就是把俄罗斯跟中国凑在一起。对，他一定要撕裂这样的联盟。他现在不是就在做这样的事吗？对，用什么来勾引你？美元体系，对，我开放你的这个管制。而且对于普丁来说，这个钱根本是什么雪中送炭。当然，他真的有一度觉得自己快打不下去了。对，没想到，兄弟，川普兄弟，你真的来帮我了。对，没错。好，为什么这样说？那如果大家记得非常清楚的时候，今年1、2月的时候，其实当时连这个俄罗斯经济面临到崩溃。我们刚才不是讲吗？很多东西都没有，物价膨胀，然后很多东西都破产。尤其是1月下旬的时候，每一桶22块卖出去，卖给印度22块，现在都100多块了。赵和，你看现在你知道，因为它乌拉尔油了，目前为止来说可以卖到60块，卖给印度可以卖到60。当时才22块，现在可以卖到60块，它还是比国际价格低。对，但差3倍所以你说为什么普丁那么开心？你抽你这里扣，我国家的破产了。问题是现在60块，你觉得 OK 吗 ？OK 嘛，哈。对。当时你看他还可能要解散政府，就说那个总理啊那些你都太烂了，我那些亲信都把他 fire 掉。那时候是这样但是现在呢，那甚至他们那时候还说什么？你这个谈判团队太烂啊！跟美国的谈判团队来说，过去一段时间是克里姆林宫的首席顾问首席特使叫做基里尔。那他就说，我换一个谢钦。谢钦是谁？谢钦是这个普丁的核心中的核心，而且他是石油公司的掌管者，他跟美国有石油公司的管道。再来，川普重不重视石油？对，重视啊，所以他就等于是透过他的管道去跟川普再进行一个联系。所以等于说，你看，他就开始这个谢钦派出来，人家当时就说你可能真的要投降了嘛。对，当时这样感觉。可是问题是现在，你看完全不一样啊。2月份一打之后，这2个人眉来眼去完之后，俄罗斯死而复生。对，我跟他讲，你看俄罗斯原油当时的时候，在2月一直跌，对，他当时的每一天只能够获利多少钱？只能够获利1.4亿美金，一天好。这个每一天是这样那现在呢？他说每天可以从石油的销售就获得1.5亿美金左右的水准，这是什么？是获利所以这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数字概念。那伊朗现在怎么讲？伊朗就说好了，我们有停战的协定啊，我们停战协定有5个了，就是说你不要再侵略我们啦，然后不要暗杀，然后建立具体这个体制，不会再对我们伊朗战争。你觉得美国会不会同意？当然不会同意啊！海湾国家也不会同意，因为你控制了所谓的荷姆斯海峡，就像是什么，大家到联合国去，对，是大家一起不是一个一对，联合起来，大家去靠撞的，对，没错。你在弄，我真的要把你毁了。所以我跟你说，现在搞不好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美国呢，他就认为说，我这个仗呢，可能不要再打了。可是以色列跟海湾国家一直说，赶快打他，赶快打他。另外一个部分，周边国家真的不爽，为什么？你看黎巴嫩，对，黎巴嫩，过去一段时间，黎巴嫩不是就被这个伊朗有扶持真主党。作乱，对，他今天居然把伊朗大使呢，做个伊朗驻黎巴嫩大使，把他踢走。他说呢，你是不受欢迎的人物，你给我离开吧。我就跟大家讲，怎么有可能？
黎巴嫩过去一段时间，他多怕真主党啊！真主党在里面做大之后，他从来也没有把伊朗的大使赶走。对，为什么他今天敢把伊朗的大使赶走？显然就是我跨利博嘛，你伊朗大概快垮了嘛，所以就说变成是这样。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嘛，海湾国家不是对说伊朗的生存伊朗对我们的攻击造成生存的威胁嘛？所以跟你讲，其实现在的这个状况来说的话，显然美伊战争慢慢进入个尾声阶段。当然了，我就讲，川普现在在进行一个收尾。对，我要怎么把这个美伊战争收尾？收尾了之后呢，他目标是什么？目标当然就是可能接下来要对中国出手。如果假设你真的能够在5月13号、14号之前，顺便也把俄罗斯拉过来的话，那我跟他讲，5月13、14号面对习近平的时候，他就有更大的谈判空间。体育老师，今天白宫说，我们刚刚特别讲5月14号到5月15号川习会剩2天。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去？因为我们刚刚讲，邪恶轴心现在真的叫做分崩离析，伊朗没了，俄罗斯看起来往美元体系走，现在中国旁边只剩谁？剩北韩，而且这已经夸张到是全世界都读懂风向，也就是俄罗斯还有香港的邮轮，对，现在准备要去古巴的这个地方来补给的情况之下，结果因为美国海军盯上之后呢，改变航向了，特别是这一艘俄罗斯的船，我们刚刚有提到了，俄罗斯是不是跟美国之间是不是私底下有一些协议，对不对？对。好，然后但是你看到今天俄罗斯这一艘船呢，邮轮呢，总共载运了73万桶石油，这73万桶石油呢，准备要进入到古巴的港口的时候呢，你说从这边哒，原本是要过来这里，是，结果转向了。对，结果因为要进古巴的港口的时候呢，美国海军盯上了，盯上之后呢，他只能往什么？往加勒比海的中间跑去了。那香港那艘船更好玩，香港那艘船本来也是要进到古巴，准备载着20万桶原油，结果呢，今天也是美国盯上，他马上跑到哪里去？马上跑到委内瑞拉。你知道，你只要跑到委内瑞拉，如果你在委内瑞拉卸下油的话，你会交给谁？你知道吗？是交给美国啊。对，所以就美国帮你再卖掉啊。所以这个事情就看得很清楚哦。俄罗斯他也怕上美国了，今天也怕说被炸之外，另外那古巴现在呢？古巴是不是没有油了吗？断油危机。对啊，断油了怎么办？那现在古巴是不是就要听这个美国了，对不对？对。所以全世界哦，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党羽哦，一个一个被拔掉之后呢，难怪川普现在要把时间哦定到5月中。本来说延长1个月才跟习近平见面，不是吗？对不对？说要处理伊朗战事啊，那本来定的时间是3月31号。结果呢，延到哪里？照道理讲，应该1个月延到4月底吧？怎么又延到5月中呢？那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越看越奇怪。这个5月14号跟15号这时间谁讲的？这是美国白宫的发言人对外讲的，对不对？然后我今天去查了中国外交部的讲法，中国外交部官方的记者会当中从来没有提这件事情。然后私底下记者去问的时候呢，他说：“对了，我们现在跟美国之间正在持续沟通，是不是证实14号、15号？他也不敢证实。这不是很奇怪吗？对，谁是主人？中国是主人双方要谈好。客人是谁？客人是川普啊。对，那。照道理讲是客随主便嘛，你要邀请一个客人到我家来，是由客人直接对外宣布说我哪时候要到你家去的吗？这在外交场合上面也非常不礼貌。我直接跟全世界讲说5月14号、15号我要到你家去访问，然后呢，全世界说要访问要访问什么？你要干什么？结果我会告诉全世界说我跟习近平可能要讲什么，这不是很奇怪吗？这给主人给什么样的排场看？对，那现在中国来讲的话，他也不敢去对外否认，你是说他也不敢对外承认，他吃定习近平了，吃定你，我吃定你了，对，就吃定你，我就看你没有本事来跟我叫价，你因为什么？你小老弟被我处理掉了，你现在怎么有能力来跟我拼呢？对，你只能这一句话叫什么？叫予取予求。在美国说了什么？美国说了算，对，而不是中国说了算，对，所以这什么事情就完全没有把中国的这个外交礼节全部看在眼里。全部都是由美国自己来安排，真的是完全失定他。反正你的小老弟我都处理掉了，你没有筹码了。我跟你讲，你现在连去要谈什么事情都还没谈的情况之下，你的程序上就已经略逊一筹了，你已经矮人家一截了。那你现在来讲的话，你可以拒绝啊，你中国敢拒绝吗？说现在美国白宫已经发布他不敢吗？你中国外交部你拒绝看看啊。所以这件事情来讲的话还没谈。已经告诉全世界了，我美国是老大，由我来做决定，我要谈什么议题由我来决定。所以今天有很多媒体那边提到说你们会首要谈台湾问题，谈什么问题？我跟你讲都不是，上次在釜山连台湾问题都没有拿出来谈。
这一次来讲会谈这些东西吗？川普不会让你予取予求。川普今天过去就要定勾机，他告诉你说，我今天其他小老弟都解决了，你看着办吧。你看着办吧，我也不要我开口，你直接告诉我说你可以给我什么东西。所以现在来讲，这一个情势的变化已经对川普是非常有利的。川普满手筹码之后去中国访问，结果习近平现在只能顺着川普的意了。滚哥，你今天看到一个很特别的讯号，是印度哦，印度的外长，你可以看到是反尼顺探说的，印度外长他说跟伊朗进行谈判，取得一些成果。我心想，哇，印度你千里迢迢跑到伊朗是要干嘛呢？结果我看到这画面之后，我就懂了，太可怕了吧！印度现在缺油缺到会在加油站打架打到怎么样？还死人的，所以印度已经施压伊朗，希望能够尽快把荷姆兹海峡给搞定，并且跟《金融时报》说他要跟伊朗对话，你不要再去封锁荷姆兹海峡，因为印度已经正在出大事了。对，你看印度现在哪有人这样打？为了抢油，那个罐子什么板凳直接这样抽起来踹的，而且打到还打死2个人。你如果再看下一个画面，你看到印度人在排队要加油的时候，你会吓一跳，你以为干嘛？看到是丧尸末日剧上演吗？整个加油站轰轰了，都是摩托车声，而且人多到几个加油站都挤得满满的。不是，这人也太多了吧？这满满全我们以为这东西是什么？是台湾的跨年才有的，这都是加油站外的。对，而且声音大到你其实那么远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到，你会看到一群人排队，简直要么要逃亡，要么要排演唱会，要么可能丧尸在后面在追。可是我要告诉你，如果台湾为什么会发生，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因为如果1公升的汽油多15块的话，我跟你保证，明天开始台湾的加油站，甚至今天晚上，如果说明天开始1公升多15块，今天晚上所有台湾加油站抢爆了，一样会是这个状况嘛。所以印度外长已经受不了了，赶快去跟伊朗说，我会对你施压，等于间接是在逼伊朗怎么样？你要去投降，对，甚至还直接呛荷姆斯海峡，赶快给我开放！没有，现在还直接去呛伊朗说，我现在就要走过去哦。所以伊朗外长在砸嘴炮，你知道吗？中国、俄罗斯、泰国等印度等国已经通过了荷姆斯海峡，可是真相，你还以为是伊朗说了算啊？真相不是这样，印度人家自己的媒体这样说，他们航运部的特别秘书拉杰什说什么？印度船只通行荷姆斯海峡不用任何国家许可跟付费，对，打脸他在说谎。对，印度是怎么过去的？我说过去就过去啊？为什么？因为印度凑一凑，人家也是有军舰的，已经派6、7艘已经去护航了，所以因为受不了啊，如果再这样下去，不是伊朗的问题，我的国家都要毁了。那这个不是印度单独的问题，对，这已经是全世界的问题了。你看智利，送货成本都要涨，一样，智利的汽车加油站一样被塞爆。好，泰国，而且我们看到什么？这一次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伤得非常非常大。我们看到印度这里已经在打架，我们一看，连泰国邮轮从泰国到越南，通通都受害了。对，那我告诉你，真的是如伊朗外长说的是安全通过，伊朗放他通过了，根本都不是。他跟印度一样嘛，你再不给我通过，我一样，泰国的军舰一样派过去，我的驱逐舰一样派过去嘛。所以曼谷邮报说，我们的船也开始通过了，因为不通过还不行，你知道吗？因为泰国民众一样。在加油站在抢加油枪，你知道吗？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他是飞奔的去抢加油枪。我今天在玩一小步，而且每个人都拿很多的桶子，再没有去抢到的话，明天又再更贵了。因为1日可能3架嘛，所以大家要飞奔啊，不然会很严重。所以贝莱德 CEO 芬克就讲什么？他讲说，未来油价只有2个结局，40或150。我告诉你，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层意思是什么？你敢150，我全世界就跟你拼了。因为40代表什么？便宜啊，便宜，但是也代表什么？全球经济崩溃。越南、智利、泰国、印度这些第3世界国家、发展国家，全部都会受不了，没有人受得了150块的油价。对，所以150跟40，大家会选哪一个？当然是40块的油价啊。对，全部跟伊朗说我要安全通过，不然我就打电话给川普，让伊朗下地狱去吧。当然这句话不会发生，可是全部都挤过去了，我都要安全通过。好，
接下来中国才是真正倒大霉哦，所以中国还不是40跟150油价问题，不是抢价战哦。你知道我们现在春天刚刚到来，中国北方开始进入温和暖和天气温暖了，要怎么样？要开始春耕。对，春耕是一年最重要的时候，全中国的粮食春耕占1半的产量。对，基本上要稳定农业产量，就是春耕是第一仗。中国现在肥料价格是满天炒啊，整个市场都乱套了。我们刚才讲氮是最要肥料来源嘛，好，标示50的，他就给你减什么？减35%。好，种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土壤还会酸化，对土壤百害无一利。现在中国正在上演这件事情呢。如果你春耕种下去，结果肥料是假的，到了6月、7月开始收粮食的时候，才发现种不出来，收不到东西，颗粒无收的时候，中国还不只是农民买肥料买贵了，可能还会有粮食危机，你知道吗？工人也会打到霉，农民可能会没有饭吃，种不出来，工人会倒大霉，因为怎样？我们不是讲塑胶原料在涨吗 ？PP 涨了3000块啊！如果他们工厂的订单再接不好的话，可能今年工厂会大面积的停工。好，连什么东西都涨，你知道吗？连羊毛现在都涨翻了，你都没有利润，而且还要现金去买。那我这里解释，羊毛为什么会涨，是因为你本来很多的人造纤维是用石油做的，我们用石油去做出人造纤维，现在没有人造纤维，没有石油了开始怎样用抢天然的纺织原料，羊毛跟棉花都是天然的你现在当然一样抢不过一样都抢不到，涨价之后只好工厂怎么样？下游本来已经不好了，下游需求本来不好，结账都不好结了，结果现在整个行业都没有利润，所以坏账非常多，倒闭很多再来就什么？大量的工厂本来就已经很惨了，失业率很高，还会再倒闭。那中国最倒霉是什么？你挺伊朗的结果就是工人跟农民都会遭殃。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